保证自己在中期的稳定性。另外一面就是 AG 他们能不能在前中期支撑住，或者说今天宝教练能不能给 AG 选择一些比较偏前中期的阵容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 BO5 的第一局的 BP。蓝色方漠然教练，杭州 LG DNBW 先办先选。杭州 LG DNBW 的话，在蓝色方第一局里面喜欢使用盾山，但是 LGD 先搬掉元辅，这个盾山能不能拿得到，还是得看 AG 放不放。AG 的话应该会先搬一个鲁班大师，元辅 B 搬鲁班大师。那 LGD 想拿这个盾山的话，你是必须得放出一点东西来，去跟 AG 做交换的。但他选择搬掉了苏烈，搬苏烈放钟馗。看 AG 的想法 ，AG 如果是想用钟馗打盾山的话，就可以放盾山；不想的话就搬盾山。还是把盾山搬掉了。搬盾山的就是敖影的那一套。是的，要先拿敖影，然后后面去补海月。乾隆腾渊，敖影拿敖影。AG 常规选择就是少思源加仓。看这个赛季小九的敖影拿了6把，只赢了1把。看 AG 这个仓，先选夏洛特，这是把夏洛特抢掉，拆了一下敖影和夏洛特这样的一个双边组合。夏洛特加仓，那这样少思源就会来到 LGD 的手中。是的，但是 LGD 这个少思源跟海月是不是要一起选掉？如果是一起选少思源加海月的话，那可能就又进入到他们之前选海月输掉的那种阵容了。就是选完海月之后，会发现这个阵容接海月出来的能力没有对手强。越是恐惧，他选择了狂铁，但这个少思源他又不想给 AG 搭配少思源加仓加夏洛特，所以他少思源先接，那他选择了放弃海月。是的，但他选择放弃海月的话 ，AG 是可以考虑接这手海月的，没问题。AG 的阵容接海月。后面就看 LGD 怎么去做这个打野和游走的位置，让 AG 选不到那种很强的英雄或者团控的英雄在外面接海月。张飞就可以直接搬掉，没错。然后苏烈是已经在班位上了，不用管。剩下的就是考虑杨戬、朵莉亚这一套组合。武则天搬了，武则天也是一个外场铺场能力很强的英雄。同时，这个赛季9尾的武则天是5战3胜。女娲 ，LGD 则是搬掉张飞，这样张飞、苏烈全没了。是，看 AG 要不要再搬一个圆坦。朵莉亚被老干爹送上了班位。那这样的话，配海月好用的2套阵容 ，AG 都不好选了。AG 搬掉了凯、杨戬，这还要多搬一个杨戬。对啊，他杨戬是不想给的，朵莉亚也是不想给的。朵莉亚给的就是双大海月，阿古朵用阿古朵这手去封锁一下 LGD 拿圆坦，同时这个阿古朵他也不想给老干爹。是的，因为 LGD 拿阿古朵也能打海月。那看 LGD 的选择了，安琪拉，安琪拉加少思源，中轴强度很高。打野位应该也拿个强势的猪八戒打阿古朵。AG 这一局做阵容的话，中野辅强度在前期是要比 LGD 弱了。看他第5手的话，应该是带控的那种，带控的环控，有大禹，有空空儿，太乙也是一个。而且 AG 的这个阵容的经济点有点多啊，你可以理解为4个经济点。是的，所以需要一个太乙真人来帮助提升经济。提升发育速率，而且有点增加容错。那和我们今天的这场 BO5一开始的预期是设想一样的啊。LGD 的阵容整体偏前中期的猛攻，而 AG 的话，他们的阵容比较偏中后期，拖到自己家的双边阵容成型，以及要让中艺在前期这个阿古朵的过渡的舒服一些。米苏在这个赛季使用的猪八戒拿了5把，这是第6把了。我看 AG 这个阵容就有一股子 LGD 之前拿海月配的阵容，就是接外面的接圈能力不强，但是他没有更好的选择，张飞、苏烈都搬了，他能选的就是大禹，对吧？但是大禹他打 LGD 这个阵容是双前排啊。但大禹这个英雄他不配前排英雄，他又不好选。
现在就只能看阿古朵的发育环境如何了。这局也就只有阿古朵在一个顺风的情况下 ，AG 会好打一些。如果阿古朵经济再受限制，这局就比较难打了。没错。但是 LGD 这个阵容前中期的强度啊很高，非常高，很高，必须要打出来。且同时他最好，因为下路是个all in，最好是压制住渲染。他这套阵容最怕的是 AG 的阵容正常过渡完了前期之后，到中期夏洛特这个点他处理不了。AG 应该是会打换线的，让苍走到上半图，因为下路是少苏元加all in，这苍在下路没法过日子。然后上路的话，夏洛特对狂铁在前期也不是很好打，也占不到便宜啊，所以双边一个换线刚好可以解决问题。夏洛特在下路吃塔刀，然后苍跟太一人上路还可以去欺负下狂铁。这个阵容虽然说海月在 AG 的手里啊，但是刚刚黄超点的已经很明白了，就是海月这个大招还是得看着开，是量力而为。有的时候你大招可能觉得能开，但是如果LGD的人齐的话，拉的不好，说不定在外场的对抗上 ，LGD 占于上风 ，AG 是接不了海月的。或者还有一种打法，海月大招先抠掉，先抠掉不放，就在团战的时候一直放一技能，在那消耗人家状态，也很厉害。海月在面对 LGD 这套阵容的时候，他手确实还算长的。是的，目前双方都没有什么积分压力了。两支队伍的上一次的交手还是在25年的夏季赛的第3轮。今年两队的首次交手，刚刚我们也说了 ，LGD 上一次赢 AG 的时候，他们还不叫 LGD NBW， 还叫杭州 LGD 大鹅，已经过去了1219天。那个赛季 Cat 在 LGD， 没错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这场 BO5的第一个小局。蓝色方杭州 LGD NBW， 红色方成都 AG 超玩会。我是本场解说瓶子，我是本场解说黄超。比赛开始，全军出击！看开局 LGD 是想追线的，是的，对吧？那 AG 这没换线，夏洛特先要放上面抗压了。那 LGD 他追线，但是 AG 不换线，其实从逻辑上来讲，你不就等于 AG 换线了吗？但这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上路的传送阵，上路的传送阵 LGD 可以掌握主动权。所以 LGD 是抱着这个想法，只要他换线，上半图他就不会裂，上半图不会裂，稳定控上半图的空间之灵。是，把上半图的这个空间之灵给控住，然后传送阵的位置站住 ，LGD 到时候转线转起来会更快，速率比 AG 更高。太爷拉炸交闪现躲开夏洛七星光剑，划一手再来个一，太人再补一个炸，一血直接爆发，拿下了小九。这上路2v3啊！又被逼个闪现，对，再打一套。猪八戒此时赶到了，很亏。LGD 他那里闪现时机没拿捏好，就是被太乙开到，然后闪走。但是太乙他开完人，他那个续的一技能时间还没到，对，还能追过去炸。又持续炸到之后，关键是让渲染的夏洛特的伤害打到了关键点上。是的。这原本在上路应该是 LGD 必优的局，这样双边资源全亏。下路一个1v 的环境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波，这真是个2打3的画面。是的，是 LGD 先打第一波，但他先打第一波少虽然和安琪拉all in配合没配合好，导致他们 combo 没接上。拉炸再接炸，然后下侧七星光芒剑接虚光三角剑，差一点还把小仔收了。大帅就是卡在杭州LGD NBW， 他那3人组一波技能打完那个真空期，直接上去留人。之后海月来上路了，太真人跟着过中，猪八戒想攻大招没框到，但即便是框到了，身后只有一个少资源
也压不了什么状态。更何况现在中艺他是带着红 buff 的，所以猪八戒在阿古斗的面前只能被抽状态。而且猪八戒他这个出装因为是做红刀的一个关系，场上这个局势又是比较烈的，这把他会变得比较脆，因为阿古斗现在很顺。但他出红刀的时候，他没有想过场上会烈。是的，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本来想的是自己上路肯定是优势局面的，就是小细节没 AG 做得好。中路线并在一块儿吃。戒月。LGD 如果常规打的话，敖影正常在上路拿到优势之后，过渡到4级就可以换下来，就打出现在这个画面，下路1v1的环境。然后上半图带着猪八戒加上狂铁、安琪拉和邵思源直接打强进攻。那现在 LGD 因为上半图出了点事情，以至于他们现在不得不放弃掉上半图，然后围绕着下路想尝试过来压制一波，同时4分钟的这波节奏 ，AG 是选择了放龙打上半图。那下路是准备越仓，对，太乙真人再赶过来。这可能来不及了，有点难受。第一脚，猪八戒一技能交闪现想往回跑，但吃到了双龙魂，没办法走。天罗地网，怎么跑都跑不掉。在打龙的过程当中 ，LGD 就已经做好了绕后的准备。邵思源那波从一塔的后面绕出来，那种相当于也把蓝区的一个视野全部排干净了。对。本局比赛6人看好了杭州 LGD MBW，17人看好了 AG。阿古朵第一件是选择做闪电匕首的，他这种是在前期的时候做完闪电匕首之后，他的一个伤害会更高。阵容有留人能力，有太乙真人和海月，对冰毛这件装备也没需求。这波 LGD 是占红区，然后推上塔，下路 AG 换节奏，但这波红区只靠中路3个人想要防守下来是做不到的，所以红区全放了。现在 AG 的推塔速率要比 LGD 更快。千载繁龙，一招。LGD 上路5个人的位置已经全部暴露了，看 AG 的一个选择是继续推还是包回来。这波 AG 选择压中安琪拉，这时候想回的话就来不及，但是上路直接推塔强越，带走了仓。同时海月这个位置开大，在外面全是 LGD 的人，出来之后把这把家人顶墙，那这样上路的高地要出事。这个高地可以推啊！对，太乙真人被打出了一个复活，站起来之后，狂铁再给一个拍，猪八戒再接一个一技能，就将大帅给拿下。这才5分多钟，要把上路的高地给拔了。6分钟之前能做到，5分54秒，再给个大招，继续打，持续吗？长生马上要活了，但是 LGD 没有退，6分多钟的时间，可想创造纪录了。最后的5秒、6秒、6分06秒结束这一局比赛，打破了朱恒老师创造的纪录，6分46秒，整整领先了40秒钟的时间。杭州 LGD MBW 在 KPL 的10周年的这1年的时间里，在这一场比赛打破了这尘封已久的纪录，而且还是战胜了成都 AG 超玩会。太不可思议了！不可思议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。真的是不可思议，就是所有人都没有做好这样子的准备。确实没有做好准备。我推6分，我推6分46秒的时候是没有塔防机制的，是兵线是不会减速的。他们这个是带着2个防御塔的减速推成这样了。这确实是让我们有点意想不到了，有点葫芦娃修爷爷啊！哇，这个前期的进攻型来自杭州 LGD MBW 的前期入侵，聊了很多，对吧？前期表现，当然确实 AG 的那2波有点太突然了，我觉得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来这么大的一波节奏。我们刚开始看第1波小九的时候，我们想的，哎呀，我们赛前评论区说对了，第一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。是的，是的。结果 AG 倒下是 AG， 结果后面创倒的是 AG 的牌。对，有点突然，确实很少见到这样子的局面啊，有点突然。但是其实你回过来想一下，也就是可能判断的失误，就是判断的失误。那波 AG 在下路就是2个人可以。给他们高地压力，然后正面的人先推一下，因为其实老干爹他自己也不想打死，但是奈何就是你们
人少，我们人多，有那人数差嘛，我没办法，就直接打我跟你打，我肯定对对对我肯定打，我人多打你人少。而且本来杭州 LGD NBW 他们这个阵容前期就很强，对吧？就非常强势。对，实际上他这个阵容的话，最近是一直在选这个猪八戒嘛，然后也在前期打到在对阵其他队伍的时候，前期进攻出现问题了。但是说真的，这把 AG 的判断出现了这个线上协调的失误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本来自己是个阿古朵，对面是个猪八戒，这个龙团不能抢，只能去远端换节奏是正常的。但是那一波一诺在下面，然后也没有兵线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然后队友明确的表示去做一波节奏的置换，非要去看一波，然后被抓掉了一波点了之后，倒还好。我们看到，实际上 AG 在第二波这波职业猝死之前，先是阿古朵带着队伍把二塔换掉了，然后卡中推掉中塔，只要那个上路不出事情，靠着二塔的减速机制，我是上路的二塔换你下路的二塔和中路的一塔。转不转血转，又去看了一眼。对，就是肯定在赛场上面一定会有更好的选择。那这一局确实也是 AG 他得承受这2个比较错误的选择带来的代价。对，但是这样的判断的失误，我认为不会出现在成都 AG 超玩会身上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而且这一局，其实我们也再次见证了一些记录的刷新。为什么？我们刚才有 Q 到你，对吧？那是18年的事情了，而且也在成都，是在成都的客场，我们对阵 XQ 打的。对的，对的。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局面？还记得吗？就是我都没有想到怎样的研究做出来的事。这个也是机缘巧合，就是我们那天对手犯的错是4个人站在一起被鬼谷子吸了啊，非常好的一波团战。是的，是这种情况，就是。但是大家想，我们那个时候没二塔的减速机制，没高地的减速机制，大家可见今天 AG 这2波决策的一个失误性。对对对，对于 AG 来说，这样子的决策失误确实是不应该的。对，你看前面，对吧？你看着整体的这个 AG 在掉人头，但是经济置换的非常多，经济曲线全部是在 AG 这边的。是的，而且压了很多前期对线也打得很好，是的，对吧？而且那波机会小洛抓得好，本来是推完阿塔都要走楼回防，其实 AG 也是这样以为的，但是小洛在阿塔掉那一瞬间2闪，把局面打开了。是的，其实我觉得这一局就不用我们过多分析，就 AG 他们的游戏理解，他们比我们都清楚自己犯错了，对吧？这个很正常，所以就慢慢调整吧。这场比赛，也希望可以看到更加好的一个竞技状态。然后对于杭州 LGD NBW 来说的话，这局的胜利，我觉得是非常鼓舞士气的。是的，确实他们最近一直在死磕这个猪八戒，对，然后也在不断的去调整队伍的状态。虽然说前期依然是对线上，被渲染抓住了机会，被渲染和大帅抓住了机会，但是确实可以看到正面的这个拼劲，包括他们的一个作战能力是没有丝毫的下降的，没有因为自己的连败而放弃了去抓对手失误的这个能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本局的 IQ MVP 给到的是米苏的猪八戒，他确实是一直在用这个英雄哈，对，死磕这个英雄。不过现在大家也看到，猪八戒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对抗型的一个坦克英雄，而且因为有了一个 AD 加成的存在，让他还有更多的一个伤害。首先这把好用，然后呢，其实选手他们内心都有一个想法，就是，越是觉得玩的不好，我就越证明自己，我就是能玩好这个英雄。对，你看 AG 这波就是上路在置换节奏，这个是中路和下路都已经换完了，而且是漏过视野的。等到队伍推回来的时候，已经雪崩了。是的，因为阿古朵在正面去作战，跟猪八戒去作战是比较难去作战的。小洛也和米苏一起抓住了这个机会。是，渲染和综艺回来，也没有想到是这种局面。对啊，我在外面推着推着他家没了，确实有点太突然了这一局比赛。但是我觉得